歡迎來到明星新聞 MKN Star News 頻道，請訂閱頻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。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：迪麗熱巴如今模樣氣質徹底大變，與從前判若兩人。她往日眼神小心翼翼，舉止甜美可愛，如今整體氣場與狀態都發生了鮮明轉變。2026年3月20日，蘇州金雞湖畔的迪奧高級珠寶晚宴，閃光燈如同疾風暴雨般砸向紅毯。迪麗熱巴從保時捷跑車上款款而下，身上那件黑色蕾絲深 V 高定長裙流淌着暗夜般的光澤。她沒有像過去無數次那樣下意識地用手去捂胸口，雙手自然垂在身側，步伐從容地像是在巡視自己的領地。脖子上那條迪奧本季主推的日月星辰項鏈，主鑽是一顆 5.77 克拉的梨形黃鑽，整件作品耗時2300小時手工制作，價值千萬級別。但那天晚上，很多盯着屏幕的網友都說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沒法從他本人身上移開，那些璀璨的寶石仿佛成了他氣場的陪襯。他的眼神掃過鏡頭，沒有了過去那種清澈的、帶着些許討好和謹慎的笑意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沉靜而篤定的力量，甚至帶着點冷冽的銳利。利落的低盤髮一絲不苟，將所有人的注意力都牢牢鎖在他的臉上。品牌方給出了頂格待遇，專車從上海接到蘇州，品牌高層在酒店外等了1個多小時，甚至為了配合他的行程，迪奧臨時加辦了一場專屬晚宴。他在晚宴上壓軸登場，和品牌全球 CEO 同席。相關話題，迪麗熱巴女王回歸在微博上的閱讀量迅速破億。有媒體用熹妃回宮來形容她這次的狀態，說她走路的姿勢每一步都踩在心跳上。如果你熟悉過去的迪麗熱巴，一定會對這一幕感到陌生。就在2023年的一次活動中，她穿着銀色抹胸禮服，因為擔心走光，全程多次調整肩帶和捂胸。這個動作曾經引發過巨大的爭議。舞蹈家金星在一次採訪中含沙射影，認為敢穿就要大方展示。相關話題一度登上熱搜，網友分成兩派，吵得不可開交。那時候的迪麗熱巴眼神裡還透着一種小心翼翼的觀察，行為舉止是標準的甜美可愛型，像一隻被精心呵護，同時也被無數目光審視的瓷娃娃。那麼，從那個需要用手護住自己，眼神裡帶着不確定性的女孩，到眼前這個眼神凌厲，仿佛能鎮壓全場的暗夜女王，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？這種翻天覆地的變化，難道僅僅是因為換了一套妝造，擺出了一個更酷的姿勢嗎？讓我們把時間線拉回到2025年。那一年，她主演的都市奇幻劇《蕭啟清壤》播出。她在劇中飾演的聶九羅是風刀傳人，白天是清冷雕塑家，夜晚則化身獵梟人。這部劇成了她氣質轉變的一個公開的轉折點。在劇中，她需要演繹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：藝術家的沉靜和獵人的狠厲。尤其是切換到風刀身份時，她束髮落額，眼神凌厲，手持佩刀，那種冷靜專業又飒爽的氣場，讓很多觀眾直呼不敢認。有劇評寫道，她徹底告別了過往的明媚甜美形象，冷峻的眼神如鷹隼般銳利，緊抿的唇角不帶一絲暖意，每一步都散發着生人勿近的氣場。這種於無聲處聽驚雷的演繹，讓一種前所未有的壓迫感從屏幕裡滲透出來。也是在那一年年底，一組被稱為暗夜女王的造型生圖狂攬 6.8 億熱搜。她一身暗黑流光裙亮相，冷冽眼神配利落黑長直，走路帶風。路人抓拍的照片裡，她抬手轉身間氣場全開，網友紛紛感嘆生圖比精修更能打，這氣場誰頂得住？這不再是角色需要的演技，這是她本人狀態的外溢。到了2025年8月的 W 盛典，
他時隔605天重返紅毯，身着黑金色拼接高定禮裙，頭戴復古禮帽，手持同色系煙斗。從保時捷上走下來的那一刻，全場直接靜音，網友當場封神，這不是走紅毯，這是主人視察領地。雙引號，外在的變化是肉眼可見的，他的眼神從柔和、靈動變得堅定、有力，甚至被形容為帶着刀。他的氣質從被定義的甜美偶像、紅毯公主，重塑為大氣、舒展、自帶疏離感的女王。更重要的是他的狀態，一種從內而外的鬆弛。在機場被拍到的生圖裡，他不再緊繃着維持完美的表情和姿態，而是更自然、更隨意，甚至能坦然接受自己偶爾的疲憊。這種鬆弛不是懈怠，而是一種我接受我所有樣子的自信。這種內在的自信並非憑空而來。在為數不多的採訪中，他開始流露出更清晰的自我認知。他坦言，希望成為鬆弛有力量的演員。他主動打破了流量花瓶的舒適區。在蕭啟清嚷之前，他主演的打拐題材電視劇《利劍玫瑰》在央視8套播出。為了演好穿運動鞋、牛仔褲的打拐警察鄧岩，他剪去10年長髮，素顏出鏡，甚至為劇集練到半月板損傷也堅持不用替身。這部劇創下了央8收視峰值的2025年紀錄。他開始拒絕同質化的古偶角色，投身更具挑戰性的領域。他甚至公開表示我不會加入戰隊。這句話在複雜的娛樂圈語境裡，清晰地展現了他保持獨立判斷、掌控個人事業走向的決斷力。然而，通往鬆弛和強大的道路，並非一帆風順，甚至布滿了荊棘。2026年2月底，一場突如其來的風波，將他個人與團隊之間的裂痕徹底暴露在公眾面前。原計劃經迪拜轉機前往巴黎參加迪奧大秀的迪麗熱巴，因中東局勢突變，迪拜機場關閉，被困在當地超過72小時。更讓粉絲和後怕的是，有爆料指出，外交部早已發布安全預警，但他的團隊工作人員全部直飛巴黎，把他獨自丟在高風險區中轉。航班取消，機場混亂，他親歷了現場險情。原定3月3日的迪奧大秀直接錯過。整個過程，工作室的回應被批評為甩鍋不可抗力，全程沉默，不擔責，不解釋。這已經不是舊團隊第一次出現重大疏失。粉絲們積怨已久，重要場合妝造頻繁翻車，春晚造型引發巨大爭議，劇集宣傳滯後，輿情響應遲鈍，紅毯不準備保暖物資，行程對接一塌糊塗，甚至被指藝人出國還要自己當翻譯扛流程。安全缺位，妝造拉胯，宣發拉垮，危機躺平，這4大硬傷讓這位頂級女星長期處於裸奔狀態。迪拜驚魂72小時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。2026年2月26日，迪麗熱巴與嘉航傳媒長達13年的經紀合約正式到期，雙方沒有續約。他名下100%個人持股的上海競艷影視文化工作室開始全面接管其演藝事務。這意味着，從法律和財務上，他徹底掌握了對自己事業的主導權。但獨立也意味着所有風險需要自己承擔，所有決策需要自己拍板。他急需一個能真正為他保駕護航的船長。2026年3月20日，就在迪奧晚宴驚豔全網的當天，另一個消息在業內悄然落地：張小斐的前經紀人郝阿三，業內代號 ST。本名劉聰，正式出任迪麗熱巴的新經紀人，原經紀人及舊團隊已集體離職。郝阿三在業內以護短和強勢著稱，他曾陪伴張小斐從喜劇配角逆襲成50億票房女主和金雞影後，擅長危機公關、影視資源整合及長期價值培育。他的到來被粉絲稱為遲到的救贖。新團隊的上崗效率立竿見影。
在迪奧晚宴的活動現場，有人注意到全程有工作人員為他備着毛毯。對於聚集白日提燈的宣發物料，團隊迅速進行了優化，被讚審美升級。這些細節與過去那個讓他在寒冬紅毯上瑟瑟發抖，在戰亂區獨自滯留的團隊，形成了刺眼的對比。郝阿三的加入不僅僅是一個人事變動，它傳遞出一個更重要的信號：迪麗熱巴的安全感終於落地了。一個專業、可靠，能把他的安全和權益放在第一位的團隊，成了他最堅實的後盾。他無需再為形成安全、資源對接、輿情危機這些瑣事焦慮和分心，可以將全部精力專注於打磨作品和提升自我狀態。這份安全感是他外在氣場變得從容，眼神變得篤定的最重要基礎。回過頭看，迪麗熱巴的變是一場由內而外、觸及根本的系統性升級。外在的凌厲眼神和女王氣場是內在心態成熟和職業觀進化的外顯，而內在的成長與堅定，又因為有了專業團隊的托底和賦能，得以毫無後顧之憂地釋放出來。2025年蕭啟清壤裡的聶九羅，2025年 W 盛典上的黑金女王，2026年迪奧晚宴上的黑天鵝，這些角色和造型，仿佛是他蛻變之路上的一個個坐標，清晰地標記着他從被定義到自我定義的軌跡。這場蛻變直接反映在他的商業價值上，強大、高級、不可複製的形象，讓他在高端品牌那裡更具吸引力。迪奧給予他的頂級禮遇就是明證。他身上背負的11項全球代言，包括5個高奢品牌，其合作模式也因工作室的獨立運營而變得更加定制化和精準。在藝術生命上，撕掉甜美標籤後，他的戲路肉眼可見的拓寬。利劍玫瑰裡的警察鄧妍，蕭啟清壤裡的雙面聶九羅，以及待播的白日提燈裡殺伐果斷的鬼王賀思慕，他正在有意識地遠離同質化的偶像劇，向正劇和更複雜的角色探索。但更深層的意義在於，這場蛻變本質上是演員主體性的奪回。過去的迪麗熱巴，在某種程度上是一個被公司、被市場、被粉絲期待所定義的頂級商品。她需要維持某種特定的形象，滿足各方的想象。而現在的迪麗熱巴，通過成立個人工作室掌握絕對控制權，通過選擇郝阿三這樣的經紀人明確轉型方向，通過挑選更具挑戰性的角色表達藝術追求，她正在從一個客體轉變為一個主動書寫自己事業與人生的主體。那個需要捂胸的、小心翼翼的迪麗熱巴，或許從未消失，但她已經學會了如何用更強大的姿態去保護那個內在的自己。她的故事印證了一個再簡單不過的道理：一個好的、專業的團隊，不是錦上添花的裝飾品，而是成年人行走世界最大的底氣。他提供的安全感和專業支持，是賦能個體掙脫束縛、釋放最大潛能，最終完成從容蛻變的關鍵平台。當頂流真正開始掌握自己的命運，他所展現出的光芒，足以讓千萬珠寶都黯然失色。感謝您觀看視頻，請訂閱我們的頻道以支持我們。